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ey Doc Eric。如果你今天打开美股账户，心里只会浮现一句话：这昨天不是还挺好的吗？今天的美股账户仿佛看见了一盘番茄炒蛋，一片稀烂。不要怀疑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觉。今天整个的市场的脸色都比你的账户还要难看。为什么指数突然集体崩？关键支撑位怎么说破就破？宏观发生了什么让市场瞬间转冷？科技股为什么被资金按在地上摩擦？但是呢，特斯拉居然又逆势上涨，这是有大事发生吗？而全场的情绪又被谁牵着鼻子走？没有关系，我们就用一条最干净、最能解释行情变化的逻辑链，把今天的市场行情逐条拆开讲清楚。那么看完这一期，你会清楚今天的下跌不是偶然，每个板块、每只龙头股背后都有非常明确的逻辑在推动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视频，喜欢我们对行情的拆解，也欢迎点赞订阅频道。我们继续在这盘番茄炒蛋的市场里面帮你找到那勺汤。那么我们先从最震撼的一幕开始，也就是所有投资者今天第一眼看到的指数破位。标普500收在6672.41点，跌幅不算大，大概是0.9%。但是重点不是跌多少，而是跌在哪里。今天标普500正式跌破了50日均线，这是过去139个交易日以来第一次跌破这条关键支撑线。这个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技术派、量化基金、模型仓位全部都在同一时间开始亮红灯，报警。那趋势可能会变化了。不仅如此，高盛刚刚在周末的报告里强调，6725点是标普500的多空分界线。跌破这里意味着趋势性量化基金，也就是你听说过的那种趋势策略自动调仓模型，可能会从逢低买入切换成自动卖出。结果今天标普收在6672点，直接把多空分界线位置踩成脚垫儿。那么市场内部的结构也非常不好看。纳斯达克3000多只成分股里，创一年新低的股票数量已经超过创一年新高的数量，这叫市场广度恶化。那么广度一坏，不管指数表面跌多少，其实内部已经像房子地基裂开一样。所以说，指数破位不是今天的原因，而是今天的结果。但是它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：这个市场的结构已经被掰弯了。那么为什么会破位？答案其实非常简单，都是宏观的锅。今天的宏观消息可以用4个字形容：突然反转。先是美联储的副主席 Jefferson 出来发表讲话，他的语气冷得像把暖气关了。他说：“现在不需要降息，应该慢慢来。”意思就是12月的利率会议可能不会给你市场想要的那个放松信号。这句话一说，市场立刻变脸。然后到了伦敦，美联储理事沃勒也发表讲话，他倒是说他支持12月降息0.25%，也就是25个基点。听上去似乎是鸽派，但请注意，他的语气是我支持，但我不保证。换句话说，他是那种我祝福你，但我没说我要去参加你的婚礼的口吻。市场能不紧张吗？于是，美联储利率期货模型，也就是大家常用的降息概率预测，在今天出现了一次跳水式下滑。就在1个月前，市场认为12月降息的概率高达93.7%，那几乎是板上钉钉。结果今天直接跌到了44.9%，等于说原本大家都在准备开香槟，现在突然被通知今天晚上别庆祝了，明天还要加班。那利率预期的反转为什么对市场，尤其是科技股的杀伤力这么大？因为科技股的估值模型是最依赖未来现金流的，未来现金流折现率一提高，也就是利率一上去，整个估值体系就得重算。而科技股，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公司，绝大多数估值都是靠未来撑着的。当市场的利率预期突然从确定降息变成不一定降息，科技股的支撑点就直接塌了一半。这就是为什么宏观消息是今天所有下跌的源头，指数破位、科技杀跌、资金避险，全部都从这里开始。讲完宏观，我们就要讲今天市场最痛的地方——科技股。今天的科技板块就是真正的重灾区。戴尔跌了8.4%，超微电脑跌了6.4%，AMD 跌了2.6%，英伟达跌了1.9%，苹果跌了1.8%，Meta 再跌1.2%。从8月高点算下来，Meta 已经跌了24%。那今天科技股为什么跌这么狠？原因其实有3个。第一个原因前面提过，利率预期反转，让高估值资产承压，科技是最敏感的那一类。那第二个原因呢，是人工智能的资本开支问题。过去3个月，大公司疯狂扩张服务器、数据中心、显卡采购，市场跟着热情高涨。但是当利率不稳的时候，大家开始反问：这些钱会不会花得太快？人工智能的投资密度是不是过高？人工智能会不会短期过热？这是本轮科技股调整的又一个结构性压力。
第三个原因是 Meta 这个板块风向标本身就已经提前进入下跌趋势，让整个科技板块的情绪更加脆弱。Meta 从高点跌了24个百分点，对一家1万亿美元公司来说，这不是回调，是主跌段。所以科技股今天的调整是典型的那种估值重置，不是恐慌性抛售，而是资金主动撤离高估值资产。这种下跌是有逻辑、有节奏、有方向的。虽然今天科技股整体躺在地上，但是市场不是一片全黑的，有两个特别亮眼的点：谷歌和特斯拉。我们先说谷歌，谷歌今天大涨了3.1%，在一片血红中显得非常孤独，而它上涨的原因就是巴菲特。伯克希尔在3季度新建仓43亿美元的谷歌，是伯克希尔当季最大的买入动作。那投资者看到这件事，情绪立刻变了。期权市场也确认了，很多机构买了保护性看跌期权，同时大量买入长期看涨合约。你可以这样理解，巴菲特拍了一下桌子，我买谷歌，市场立刻说好，我们也买，这是典型的信心溢价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市场上最有戏剧性的部分，特斯拉和马斯克的主角光环。虽然整个科技板块躺在地上，但是特斯拉不但没有躺，还往前迈了2步。今天上涨了1.13%，让人感觉它不是在跌势里，而是在参加自己专属的发布会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马斯克今天又干了2件让市场热血沸腾的事情。今天 XAI 发布了新版聊天机器人，也就是 Grok 4.1。马斯克的原话很简单，用户应该能明显感受到速度和品质的提升。那新版呢，已经在 Grok.com、X 平台、苹果应用商店和谷歌应用商店全线上架。这意味着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大军正式走出了小圈子 beta 测试，开始全面进入消费者市场。而这次升级力度真的不小。那 Grok 4.1的亮点主要有几点。第一，他对细微意图的理解更加敏锐，对话更自然，个性更稳定，整体逻辑像是开窍了一样。第二，它的深度思考模式可以进行复杂推理，而即时响应模式不需要消耗算力就能立即回答。最关键的是，幻觉率大幅下降。那上一代非推理模型的错误编造率是12%，新版直接降到了4.2%。换句话说 ，Grok 不仅变聪明了，还变得不乱说话了。这个对于人工智能助手来说，是智商进步加品德提升的双管齐下。除此之外 ，Grok 现在已经作为语音助手直接进入特斯拉的车机系统。你以后在车上可以说一句 “Grok，帮我关窗户”，它真的能听懂，不会再给你弹一首歌曲了。更重要的是，马斯克这次等于把智能助手、车载助手、X 平台生态全都串起来，这是一套完整的人工智能闭环。未来的商业化想象空间非常大。那么对特斯拉来说，这是产品力提升；对 XAI 来说，这个是全民曝光；对马斯克来说，这是全产业链的武装。第二件事就非常有意思了，就在 Grok 4.1发布的同一天，外媒爆料，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成立了一家全新的人工智能公司，名字叫做普罗米修斯项目。这个公司专门做人工智能科研、药物研发、机器人、汽车智能系统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马斯克现在正在做的一切事情，他也要做。不仅如此，贝索斯本人也亲自出资，还担任联合首席执行官，而且早期融资已经拿到了62亿美元。联合创始人来自谷歌母公司的登月计划，还曾经创立过生命科学企业，实力非常强。那这件事儿呢，传到马斯克这儿，他直接在社交媒体评论一句“跟屁虫”，用的还是英文 copycat，就是那种特别轻蔑又特别熟悉的语气。那你可能会说，马斯克怎么又怼贝索斯了？实际上，这两人已经怼了很多年。2019年，马斯克就用过同样的词。当时呢，SpaceX 做卫星互联网，贝索斯宣布也要做卫星互联网服务，马斯克当场公开评论 copycat。现在人工智能领域，贝索斯成立公司；汽车技术领域，两家公司未来可能正面交锋。那机器人技术双方都在发力，连太空都打得天昏地暗的。你可以这样理解，在科技界，如果有一条世界冠军争霸赛，马斯克和贝索斯就一直站在那根线上，用自己全世界最贵的科技公司彼此较劲。而这一次，人工智能赛道的起跑枪刚响，马斯克已经把对手骂了一遍。有人说这是一场亿万富翁的复仇者联盟，但是我觉得它更像是一场从太空打到汽车，从机器人打到聊天机器人的世纪双雄大战。那两则新闻加在一起，对特斯拉意味着什么？第一，就是它强化了特斯拉的人工智能生态优势。
Grok 和特斯拉车载系统的融合，意味着特斯拉未来的软硬件能力会越来越难被竞争对手复制。第二就是它让市场重新认识 XAI 的野心，这个不是一个玩具，它是马斯克版的苹果 Siri 加谷歌助手加 OpenAI ChatGPT 的集合体。第三，它说明科技巨头之间的竞争全面升级，不仅是汽车、机器人、太空飞船在竞争，连聊天机器人、人工智能平台、计算生态也要全面开战。第四，也是对股价最直接的影响。特斯拉今天逆势上涨，不是因为市场运气好，而是因为马斯克连续的这些新闻都在释放增长想象力。在全市场悲观的时候，他给股价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反向叙事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复盘一下英伟达，它也是全华尔街最紧张的一部分。它已经站在了一个盛世和泡沫交叉的十字路口，所有投资者都在盯着它的一举一动。为什么？因为就在10月底的时候，黄仁勋在美国华盛顿的 GTC 大会上扔出了一个震撼全球的数字5000亿美元。黄仁勋说，从2025年到2026年，英伟达的人工智能算力订单规模高达5000亿美元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是5000亿美元的算力基础设施订单。那这个数字一说出来，全华尔街就安静了3秒，然后开始疯传，因为这意味着英伟达未来2年的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已经不是增长，而是核爆级增长。而且黄仁勋的语气非常笃定，他说这是清晰可见的需求，不是忽悠，也不是空想。那么50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？是一个足以重塑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体量，是一个能让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进入超级周期的速度。而且不要忘了，这还只是 GPU 和算力集群本身，不包括汽车业务、高性能计算、通讯网络设备、辅助硬件、中国市场，也不包含任何推迟认列的订单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把英伟达其他业务都加进去，这个5000亿未来有可能只是起点。那外界呢也迅速解读，这不是一家公司的增长，这是一个产业的黄金时代。更夸张的是，黄仁勋在会上透露，下一代 Rubin 架构已经准备好。那 Rubin 的下一代呢，就是 Rubin Ultra，也在规划路线图里面。Blackwell 还没有完全消化，Rubin 已经开始接棒，算力路线图像一条跑不完的高速公路。那根据他的说法，2025到2026年这2年，英伟达预计将出货2000万颗 Blackwell 构架的人工智能芯片。现在，英伟达已经在过去4个季度出货了600万颗 Blackwell，速度像开了挂一样。5000亿的订单加 Blackwell 与 Robin 的产能规划，意味着2026年可能成为英伟达历史上最夸张的超级增长年。那么你可以这样理解：过去4年，英伟达的季度营收涨了6倍，接下来2年，它准备再把这6倍翻成12倍。因此，华尔街分析师立刻开始重新算账。几家大型机构的模型显示，如果黄仁勋的5000亿预测属实，那么英伟达2026年的数据中心业务收入可能比现有预测高出600亿美元以上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股价可能低估了未来的增长。这个也是为什么当科技股今天全线下跌时，英伟达的分析师报告反而在狂发，买入、继续买入、逢低加仓的生意不断出现。但是问题也来了，虽然黄仁勋画出的是人工智能盛世，但市场上也有另外一种声音正在快速升温：人工智能是不是进入资金过度投入，甚至出现循环融资的风险？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是不是在竞争性扩张？科技巨头是不是投资的太快？所以现在英伟达面前出现了一个矛盾：未来增长的数字巨大到难以置信，但是市场的担忧也强烈到难以忽视。这个就是一个盛世与泡沫的交汇点。也正是因为这种分歧，本周三的英伟达财报被市场形容为定生死的财报。这个一点也不夸张。这份财报不仅决定英伟达自己，也决定整个人工智能板块的估值。那外界最关心的3件事，第一点就是5000亿美元的订单是不是实锤，有没有更多的数据支撑，有没有客户细节。第二，2026年是否真的会成为超级增长年？管理层会不会给出关于 Blackwell 和 Rubin 的更清晰路线？第三，与 OpenAI 的400万到500万颗 GPU 合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会不会成为行业最大规模的算力合作？此外呢，英伟达还刚刚完成多笔重磅投资，比如说对 OpenAI 投资最高可达1000亿美元，入股英特尔50亿美元，让英特尔的中央处理器与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器协同；投资诺基亚10亿美元，将 GPU 算力集成进通信基站。持续投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，这些都让市场更加关注一个核心问题：英伟达会继续主导人工智能算力，还是新一代自研人工智能芯片会逐渐分流需求？
那么目前，英伟达在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器市场的份额超过90%，看起来不可撼动。但是亚马逊推广自家 Trainium，谷歌推广 TPU，OpenAI 推出自己的算力集群，竞争正在悄悄逼近。所以市场真正要听的是黄仁勋的态度。如果他表达积极共赢，那英伟达的估值就稳定；如果他态度保守，市场就会担心增长高峰已现。最后还有一个埋伏点，5000亿美元的预测里完全没有包含中国市场，但按照英伟达管理层的说法，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每年超过500亿美元的潜在市场。如果今年美国政府持续放松人工智能芯片出口限制，那么这个区域可能成为英伟达的增长来源。说白了，这次英伟达财报不只是看数字，是看5000亿未来曲线能不能站得住。如果管理层继续保持强劲、明确的态度增长，那人工智能整体板块很可能迎来一次强势反弹。如果他们语气谨慎，市场可能继续震荡，寻找新的估值锚点。总之，全世界科技投资者这2天都在做同一件事情，等英伟达周三晚上说话。因为今天华尔街所有的分歧、所有的恐慌、所有的信心都指向一个结论：人工智能盛世是否继续，是英伟达这家公司说了算。那今天呢，不仅股市跌，加密货币也跟着跳水，比特币跌了2.5%，以太坊跌了1.7%，Solana 反而上涨了1.5%。那加密相关的上市公司，比如说像 Bitmain、BMNR，今天下跌了10%。美股的 Coinbase 今天下跌了7%，都跌得非常惨。你可以把加密理解成风险情绪的温度计，如果加密扛不住，说明市场的恐慌程度比你想象的还要高。那么，当科技股被砸得满地找牙，资金会去哪里？答案很明显，防御板块。今天医疗、公用事业、日常消费等行业表现明显好于大盘，资金都在说先保命后看戏，这个是典型的降温行情，不是恐慌行情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最后，我想说说我个人的看法。今天的下跌并不是崩盘，也不是危机，更不是基本面突然恶化，它更像是市场在12月份大事件前的一次主动降温，是利率预期反转下的估值重算，也是英伟达财报前资金的谨慎减仓。如果你是长期的投资者，我反而认为这是一个让你更加冷静、更加审视自己持仓结构的好机会。那记住了，不要让3天的下跌影响你对未来3年的判断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也欢迎你留言、点个赞、订阅一下，让我们一起继续把市场看得更透、更专业。这里是 Money Dog Eric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